乌防长求援，50万俄军正在包围乌克兰，未来还将增兵30万。黑海舰队被炸怕了，俄军研发反无人屏障，还拥有遥控模式，管用吗？转变支援战略，北约计划在德国设立军事指挥部，全权负责援乌诸多事项。近期，美国举行阿斯彭安全论坛，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洛夫以线上的方式参加此次会议。在会议上，乌梅洛夫表示，在乌克兰战场上，俄军有50万兵力正在逐步包围乌克兰。按照俄罗斯的计划，未来还将部署20万至30万兵力。鉴于当前局势，乌梅洛夫呼吁，希望北约国家可以进一步放松对乌军使用北约武器打击俄本土目标的限制。乌罗梅夫表示，如果乌军无法对俄本土的军事目标形成巨大威胁，那么就无法阻止俄军对乌克兰全境发动的袭击。而且在武器放开限制之后，乌军只会针对俄罗斯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另外，乌梅洛夫表示，美国大选即将召开，即使前总统特朗普赢得选举，并且削弱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乌克兰也能找到抗击俄罗斯的办法。为此，乌克兰加大了动员力度，征召更多的兵力，继续为夺回领土而战。目前在乌克兰已经有400万符合兵役条件的人员更新了其军事登记记录。针对当前局势，美国媒体援引专家观点表示，未来几个月将是乌军面临的最艰难时期，主要还是因为美国援乌法案推迟了半年时间，直到今年4月份才恢复，因此让俄军抓住了机会，在前线发动了更多的进攻。与此同时，乌军在缺少援助的情况下，导致防线建立的时间较晚。在俄军拥有装备与人力优势的情况下，乌军已经在努力阻止俄军推进。专家认为，在当前局势下，只要乌军可以发动更为有力的反攻，就能在这场对峙中占据主导线。所以，乌军需要北约的帮助，无论是在部队训练上，还是在武器弹药的援助上。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在战场上，为了防止乌军无人艇的袭击，俄罗斯为海军研发了无人艇和水下无人装备主动防护系统。这是一种特殊的水下屏障，其拥有装药，可以在无人装备靠近时进行引爆。按照俄罗斯的预测，这种水下装备可以让俄军舰队在面对乌军无人艇的袭击时拥有一定的反击手段，同时还能保护那些位于乌军无人艇活动范围之内的军事基地与舰船泊地。俄罗斯专家认为，这种保护舰船或海港的系统相当简单，俄军可以迅速生产出来，其中行为算法比较简单，只需要通过声呐、雷达以及哨所负责监视通往被保护水域的路径，在发现敌方目标之后，向控制反无人屏障的操作中心发出警报，然后操作人员既可以继续追踪目标，另外也可以直接引爆。不过火力军有个问题，既然这套系统这么简单，并且还能有效保护军事基地、港口以及舰船等，那为什么黑海舰队会在克里米亚遭受这么大的损失呢？不是应该及早部署该系统吗？你们觉得呢？接下来是关于北约方向的动向。据悉，北约为了更好地支援乌克兰，决定建造一个军事指挥部。根据媒体报道，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计划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这不仅仅是军事援助的简单扩展，而是一种全方位的战略调整与深化。北约计划在德国成立一个军事指挥所，由700人组成。这并非一般的办公室，而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军事指挥中心，将由北约1名3星将领领导。该指挥所将是北约策略制定、资源调配以及行动协调的大脑中枢，将成为北约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战略支持的核心。首先，该指挥所将处理来自全球的大量支持，并确保这些支持不仅可以到达乌克兰，同时还能有效地被利用。另外，该指挥所还将承担乌克兰军事训练与后勤的重任。虽然北约的策略并未直接影响乌克兰长期以来加入北约的请求，但却在实质上将北约与乌克兰紧密绑在一起。斯托尔滕贝格表示，这一系列的操作都是为了让乌克兰更加靠近北约，所以火力军也可以认为这是在为乌克兰将加入北约铺设道路。除此之外，美国还宣布在德国部署远程火力，根据计划将从2026年开始进行该计划，核心就是将多域特遣部队的远程打击能力转移到欧洲地区。这些部队将装备多种先进武器系统，包括标准6导弹、战术巡航导弹以及高超音速武器等。美国这项测试旨在增强驻欧美军以及其他欧洲盟友的防御能力，尤其是面对俄罗斯带来的直接威胁时，可以拥有快速反应的能力。根据推测，美国之所以选择在德国部署该能力，主要是基于几项考虑。首先，德国地处欧洲中心地点，地理位置非常优越，
在德国部署远程火力，基本可以覆盖欧洲大部分地区，甚至包括俄罗斯的西部边境。其次，德国是美国的重要盟友，并且还是北约核心成员国，在德国境内拥有完善的军事基础设施与后勤保障系统，可以为美军提供可靠的支持。在此次部署的武器系统中，标准6型导弹是一款多用途导弹，不仅可以用于防空反导，还能对陆地和海上目标进行打击，最大射程达到400公里。战斧巡航导弹就更不用说了，这是美军主力装备，拥有远程打击能力，射程超过2000公里。最后的高超音速武器则是全球都在研发的新型武器，速度快，突防能力，可以对敌方关键目标进行快速打击。欧洲一旦与俄罗斯正面开战，高超音速武器可以迅速消灭大量俄军目标。除此之外，北约还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采购行动。首先，北约与美国雷神公司签署了一份价值7亿美元的合同，采购了大量毒刺便携防空系统。北约此次采购这类单兵系统，就是为了加强东欧国家的野战防空，提供在面对俄罗斯空中威胁的能力。除了加强成员国的实力以外，北约还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再次为乌克兰提供大量防空系统。面对北约动作，俄罗斯自然坐不住，当即就在国际上表达了不满。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俄军虽然在乌克兰战场上占据一定的优势，但在面对北约时，还是有点力不从心的。毕竟现在的俄罗斯可不是当初的苏联。虽然外界认为俄乌战争未来的走向会受到美国大选结果的影响，但目前大选不是还没开始吗？所以在大选开始前的几个月，反而不断加大援助，以便能让乌克兰拥有更多的筹码。你们觉得呢？以上就是北约最近的主要行动了。接下来，火力军想借助俄乌战场讨论一下现代战争中炮兵为什么依旧是战斗之王。在过去的近30个月中，俄乌作战策略发生了巨大变化，都采用了更先进的战术、更先进的装备，试图在这场战争占据主动权。然而，有一点却一直保持不变：炮兵。双方都严重依赖火炮系统，依赖己方的炮兵部队。因为到目前为止，战争中大部分破坏都是由炮兵造成的。乌军在战争初期阻止俄军闪电战时，以及俄军在组织乌军大反攻时，炮兵的合理部署都发挥了关键作用。也正是意识到火炮的重要性，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俄乌都在开发新战术，整合新技术，来加强各自的火力。虽然每支现代化的军队都会装备使用火炮系统，但俄乌双方却在遵循苏联的原则，使得前线更偏向于使用重型火炮。当前乌军在卢甘斯克、顿涅茨克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防御点内外部署大量火炮，以便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利用火炮加强阵地防御，防备俄军的机械化进攻。俄军为了突破这些阵地，只能采取小分队步行的战术推进，然而收效甚微。相对的，俄军同样利用大型火炮来进攻乌军防御阵地，又或者是利用火炮支援步兵进攻。目前双方都装备了大量榴弹炮，其中乌军既装备了苏联时期的火炮，比如 2S3 自行榴弹炮，同样还装备了北约援助的火炮，比如美制 M109、英制 AS90 以及法制凯撒等自行火炮。另外，乌克兰也在制造 2S22 榴弹炮，而俄罗斯就更不用说了，从苏联继承的家底，让俄军装备了全球最多的火炮系统。在战场上，俄乌双方都将火炮与不断变化的战场形态相结合，比如广泛运用电子战设备，这主要是因为火炮内部是没有电子设备的，所以不容易受到对方的电子干扰。另外，俄乌还将火炮与无人机相结合，先由无人机发现目标，然后为火炮指明方向。这种战术可以显著增加火炮的射程。由此可见，传统的火炮已经是战场的主流火力，而这种状况还将继续持续。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资讯的全部内容了。你们觉得在美国大选之前，乌军该如何应对战事？能否再次发动大规模反攻行动？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